赵露思新剧一开播，她就用谎言编织了自己整个人生。第一次说谎是在作文本上，说自己拥有世界上最温暖、最疼爱她的父母，甚至还特地追加了一个定语掌上明珠。这孩子，你们不要不了，你们不要，我要。妈，他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，我们没钱给他治病啊。从小就被人嫌弃的她，爹不疼，妈不爱，这样的人生不如不要也罢。在18岁的那一天，她改了一个名字，从乔妍变成了许妍。靠着这步步为营的缜密心思，女孩还当真碰到了一个高大威猛的富二代，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出生小山村的她，就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花钱租赁的，而且还提前写好了剧本。她的父亲是国外生态建筑领域的专家，为她顺利打造了高知家庭的人设。然而在旁边的婆婆则是把火力全部对准了她。听说她是国外的名牌大学毕业，开始有意无意的把话题引向那所名校附近的中餐馆以及校园建设。然而关于这一点，女孩早就想到，她特意将假的爸爸妈妈带去了那所大学，开始每栋的介绍其中的建筑以及历史，就连中餐馆的菜式都提前做好了调研。PF 唱子吧？我跟妍妍爸爸呢是经常去的，不过那家是川菜馆，没有北京烤鸭的，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。爸爸最喜欢吃的水煮鱼。可惜啊，一入冬就沽清了，哪有国内这么物产丰富啊？不好意思，是我记错了。心思缜密的婆婆怎么可能就此放过她？让她感觉到很奇怪的是，她去见了一些这所学校的华裔教授，怎么都没有听过她父亲的名字，而且在百度上查也没有查到她的信息。对于这一点，他们家又该如何解释？还好女孩认识一个即将要移民的姐妹，她的父亲刚好就是那所大学做研究的，于是她盗用了那个女孩的家庭背景，随后自己 PS 了一下她父亲的工作履历，准备得如此周全，让婆婆一时之间也无法怀疑。甚至假父亲还准备了2本自己写的书送给未来亲家。这位婆婆的警惕性真的非常高，想当场叫对方为自己签个名，以为一个人的字体大概率能够体现他的文化水平，同时她也可以顺着这个调查这个作者的真实身份。然而关于这一点，女孩早就想到，她提前找到了自己朋友的父亲，问对方要了这本书，同时还有他的签名，花大价钱让自己的假父亲日夜练习，企图以假乱真，如此的步步为营。她以为得到了自己婆婆的信赖，却没有想到一个在餐桌上不吃鸡蛋的动作，却引了她的怀疑。你不喜欢吃鸡蛋？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？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。作为母亲，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？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未来婆婆，女孩瞬间灵机一动，想到了破局之法，开始打起了感情牌，说自己从小就和姥姥一块生活，她的父母为了前程很早就出国工作了，所以基本上没怎么见过他们，当然了，也没有感受过什么父爱母爱之间的感情。如此的以退为进，再加上楚楚可怜，让这个未来婆婆也瞬间开始有点疑惑，这么一个不大的女孩，应该不会如此胆大包天，编造出这么离谱的家庭背景。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，谁都想保持工作和家庭中的平衡，真正做到可不容易。浩明也是从小一个人在国外念书，和我们聚少离多，我一直觉得亏欠他的。这件家长的一关算是彻底的过了。